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开启任内第2次访华，首站选择在了上海。在结束上海行程后，25号抵达北京。26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布林肯举行会谈。王毅强调，中美是坚守稳定向前的正道，还是重复螺旋下滑的覆辙，是摆在两国面前的重大问题，考验着双方的诚意和能力。双方是引领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实现双赢多赢，还是彼此对立对抗，甚至爆发冲突，导致双输多输？国际社会都拭目以待。王毅强调，中方对中美关系有着3个一以贯之：中方的态度一以贯之，中方的立场一以贯之，中方的要求一以贯之。24号下午，布林肯抵达上海。作为此次访华的首站，他入住标志性的和平饭店，并在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陪同下夜游上海著名古典园林御园，品尝知名老店南翔小笼包。当晚，布林肯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表示，此行将致力解决与美国人民息息相关的议题，包括对美国人颇具影响力的芬太尼问题。Leading killer of Americans between the ages of 18 and 49. President Biden, President Xi, when they met in San Francisco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agreed to cooperate to help prevent fentanyl and the ingredients that make it from gett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We'll be working on that. 监管不力、官商勾结且政策引导错误等因素导致美国毒品泛滥，其中美国人滥用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的情况极其严重。美国人口仅占世界5%，却消费了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但美国政客多年来一直企图甩锅中国。中方已多次明确指出，美国社会芬太尼泛滥不是中国造成的。中国早在2019年就应美方请求整类列管了芬太尼类物质，是全球第1个正式整类列管的国家，管制品种远超出联合国公约范围。而作为落实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重要共识，中方在会晤第2天就发布通告，提醒谨慎销售可制毒化学品前体，还启动了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充分展现了合作诚意。布林肯在视频中还表示，期待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 And of course, we'll be dealing with areas where we have real differences with China, dealing with them directly, communicating clearly. Face-to-face diplomacy matters. It's important for avoiding miscommunications, misperceptions, and to 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25号，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会见了布林肯一行，双方就经贸往来、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交换了意见。陈吉宁表示，上海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继续为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发展做出地方的积极贡献。布林肯说，他曾在1998年和2015年到访上海，这次再来到这里，见证了上海的巨大转变。他强调，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中美之间有需要保持直接沟通，妥善处理分歧，寻求合作空间。报道显示，布林肯还会见了在上海的美国商界领袖，包括上海美国商会理事会主席安高博、商会会长郑毅和其他企业高管，后者分享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看法。据美媒报道，安高博称，在华美国企业赞赏美国政府持续与中方沟通和接触，这对双方都大有裨益，期待布林肯此行能够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美国彭博社注意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宣称，美国企业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对中方的非市场经济行为提出关切。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中方一贯按照市场原则开展经贸合作，始终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全面履行世贸组织规则。我们希望美方也切实尊重公平竞争原则，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同中方相向而行，为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分析指出，布林肯此番表态是近期美方持续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的延续。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5号指出，这种炒作毫无道理，中方坚决反对。产能问题要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充分考虑全球分工和国际市场的现实情况，要秉持客观、公正和科学立场。对新能源来说，从全球范围来看，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产能短缺。
当前发展绿色、低碳、环保的新能源是全球应对气变的重要举措。新能源产品需求不断增长，未来发展潜力巨大。英国 BBC 近期援引安邦智库的报告报道称，在具体问题处理过程中，经济问题最好不要政治化，不能以政治或行政方式来定义问题，也不能以政治和行政干预来解决问题。安邦智库认为，需要对美国的对华博弈进行某种约束，这对风险管控至关重要。产能过剩呢，本身呢是一个虚假的议题，因为这个所谓产能过剩的这种说法本身是完全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同时呢，也反映出呢，美国目前呢对它的贸易方面出现的这种非常负面的进展呢，是深感焦虑。如果中国真的是产能过剩，你美国只要不买就可以了。外界注意到，在布林肯访华之前，美国国务院已经对他此访降温，但他1年内2次访华，延续了中美高层接触的势头。法新社认为，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两国关系的基础更趋稳定，但美国方面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在布林肯访问上海期间出刊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在争先恐后地表现出更强硬的对华态度，反华言论可能会加剧。We're going into a U.S. election year where Joe Biden obviously has been very tough on China. 毋庸置疑，台湾问题将是布林肯此行双方讨论议题的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这次也出现在布林肯访华代表团的名单中。实际上，10天前的4月15号，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裘开明在北京会见来访的美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一行，阐明了中方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观察指出，美国官员直接与中国台办系统高层会见的安排还是首次。有分析认为，这显示美方担心赖清德即将接棒蔡英文，或对两岸关系造成冲击。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称，布林肯将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强调美国在维护台湾海峡两岸和平与稳定方面的持久意愿。24号晚，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950亿美元的一系列对外援助法案，其中就包含备受瞩目的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的内容。TikTok 第一时间表示将诉诸法律应对。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表示 ，TikTok 哪儿也不去。拜登最终签署的 TikTok 法案要求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在未来9个月到1年内剥离 TikTok， 否则这款应用程序将被禁止在美国上架。TikTok 第一时间发布声明回应称，禁令违反美国宪法，公司将在法庭上对此提出挑战，并称有信心取得胜利。深圳卫视注意到 TikTok 的声明包含3个要点：一是反对美国会和白宫打着所谓维护国家安全的幌子污蔑中国企业及其应用程序；二是强调禁令将摧毁700万家企业，对美国自身造成反噬；三是安抚1.7亿美国用户，表示 TikTok 不会放弃在美运营，仍是大家分享经验和找到快乐及灵感的空间。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还另外发布视频，对亿万美国用户表示 TikTok 哪也不去。 This is a ban on TikTok and a ban on you and your voice. We aren't going anywhere. We are confident and we will keep fighting for your rights in the courts. 由于一直以来技术领先，美联社表示，美国国会在过去几十年里都对科技监管持相对宽松态度。此次通过涉 TikTok 法案的速度非同寻常，外界认为是堕入了科技民粹主义。实际上，这并非 TikTok 在美运营首次遇到危机。早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就对这款备受民众欢迎的应用程序忌惮不已。2020年，特朗普试图通过签署总统行政令在美禁用 TikTok。TikTok 当时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最终特朗普的禁令被联邦法官宣布无效。去年11月，蒙大拿州决定对 TikTok 实施美国境内首个全州禁用令，也被联邦法官否决。但多名法律专家表示 ，TikTok 如今遭遇的局面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凶险的一次，因为特朗普当时签署的是行政令，官司比较好打；这次则是国会立法，两者的法律基础与权利有很大区别。
纽约时报认为，针对此次禁令 ，TikTok 最有可能用于抗辩的依据就是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法案条款涉嫌侵犯用户的言论自由权。当前，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已被定为对这项 TikTok 法案相关诉讼的受理法院。如果理由充分 ，TikTok 可以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初步禁止执行该法律。所以 TikTok 肯定是要。就是在最快的时间内会去提出上诉。如果说法院没有做定论之前，暂时的话，就是运营商还是可以继续提供服务的嘛。美国会和白宫针对 TikTok 强推不卖就禁的强盗逻辑，也让美国舆论掀起反对声浪。有美国媒体质疑，明明 TikTok 已经按照美国法律做了一系列人员隔离与数据迁移的工作，让美国的数据留在美国境内，但美国的政客们仍不断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污蔑其泄露数据。路透社指出，4年前 TikTok 就将内容部门的岗位转移至海外。2022年，美国用户数据已经被迁移到甲骨文公司的服务器上。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电子前沿基金会直指，如果美国真的关心数据隐私，就应当推动适用于所有社交媒体公司的立法，而不仅仅只是针对 TikTok。 At a minimum, Congress shouldn't be in the business of banning speech platforms. Instead, they should be working to enact comprehensive privacy legislation that protects our private data no matter where we choose to engage online. TikTok 面临被禁风险，冲在抗疫一线的自然是其广大美国用户。数据显示 1.7 亿使用者中，不少是中小企业从业者、艺术家。TikTok 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用于消遣的短视频平台，更是与客户进行沟通的宝贵渠道。有 TikTok 商家直言，自己超过85%的销售额都来自 TikTok。如果 TikTok 被禁用，他很难找到其他替代平台。 Really, a lot of the people, especially the content creators, say they get from TikTok what they can't get from the other companies, and they really want to stay. 近期，从拜登签署对台军演法案，美国政客妄言台湾民众持枪，到美军有意在台存放军备库存等等，美国持续在台海局势上添油拱火。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25号警告，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纵容支持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 在25号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多次就美台勾连进行批驳。他强调，台湾有事源自美国搅事。如果美方真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那就应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立即停止武装台湾，立即停止一切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当地时间4月24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总价值为950亿美元的4项支出法案，其中有81亿美元将用于在台湾地区和印太地区。具体来看，美国向印太地区提供的81亿美元支出中，20亿美元用于为台湾地区和其他主要盟友提供军事资助，19亿美元用于补充台湾地区和地区伙伴的防务项目和服务。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援助法案通过后发表讲话称，我们宁愿把子弹送到海外的冲突中，也不愿把我们自己的孩子或军队送到海外。评论指出，这句话语直白暴露出美国军援不过是为了让他人替美国人流血而已。对此，吴谦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近段时间以来，美方以对台军售、军援等方式虚化、掏空和歪曲一个中国原则，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严重错误信号，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纵容支持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美国纵容台独的危险行为还不止于此。近日，美国国会研究处发布了国会的台湾防务议题报告。根据这个报告，2023年美国派驻到台湾的军事人员有41人。事实上，美军事人员鬼鬼祟祟地窝在台湾，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2021年，蔡英文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就曾公开承认，台湾岛内确有美军存在，引起舆论哗然，但具体人数讳莫如深。去年4月，岛内媒体披露，美军派遣近200名现役教官驻台协助台军训练，涉及电磁战、共同作战平台整合、陆基防空、基地安全、反舰火力配置等方面的任务。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奇曾针对若台海爆发冲突，你有多大信心美国会协防台湾，对1105名岛内民众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超60%受访者对美国所谓协防台湾没有信心。李奇直言，尽管美国一再提及所谓对台承诺，但这是否属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不得而知，因此台湾民众持怀疑态度也顺理成章。对此，岛内网友纷纷提出质疑。岛内网络论坛 PTT 上有评论就称，子弹真的打来，人的本能反应会自己找地方躲。以目前台湾和美国在军事安全合作越来越密切，不只有人员训练，也有一些武器装备的销售等等，甚至谈一些更进一步相关的一些合作。总体来讲，我认为数字其实远远大于40亿人。赖清德将于5月20号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行政团队人事陆续公布了最新的一批任命名单，中包括其办公室秘书长以及防务外事等多个重要部门的负责人。对此，国台办回应称，无论什么人担任负责人，关键在于台湾当局是不是承认9·2共识。一改此前几轮由台行政机构准负责人卓荣泰宣布新行政团队人事，25号的第6波人事案由赖清德本人宣布，凸显其重视程度。外界注意到，实际公布的名单与此前岛内一些媒体的预测基本吻合，由潘孟安出任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由现任台外事机构负责人吴钊燮转任安全单位秘书长，而现任台安全单位秘书长顾立雄则成为防务部门负责人。在发布会上，赖清德夸赞顾立雄是不二人选。不过，岛内舆论担忧顾立雄或难以胜任防务部门负责人职位。多家媒体质疑，顾立雄是律师出身，有台党产会、金管会和安全单位等任职经历，但却没有任何防务相关背景，更没有一丁点儿军事经验。台军退役少将厉正杰讽刺，如果让顾立雄这类文人掌管台军，恐成为乱军引胜的范例。真的是悲哀。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不是说瞧不起顾立雄，很重要一件事情是军政军令合一，你要懂得怎么样去指挥作战。如果说顾立雄对军事完全一窍不通，我跟你讲，那军队叫他去指挥哦，那叫做乱军引胜。而对于外界关注的台外事部门负责人，岛内媒体报道称，在赖清德3次恳谈后，现任蔡英文办公室秘书长的林佳龙终于点头接任。还有媒体曝光内幕消息称，在得知赖清德要找林佳龙担任该职时，蔡英文都吓一跳。有观察指出，赖清德此举不怀好意，因为在民进党内部，林佳龙所在的派系与赖清德此前所在的新潮流系构成最大的竞争关系，因此邀请林佳龙主管外事部门，实际上是交给他一个烫手山芋。因为在民进党拒不承认9·2共识后，其外事领域的空间遭限缩。蔡英文8年连丢10个所谓友邦就是例证。值得注意的是，林佳龙过去负面消息不断，他曾出任交通部门负责人，后因列车出轨被迫辞职，还曾卷入学历造假丑闻。台湾政治大学教授黄奎博认为，林佳龙没有外事经验，恐怕今后误判形势的风险将大增。此外，还有观察认为，赖清德行政团队实际上主管外事的是其副手前驻美联络人萧美琴，林佳龙只是白手套。他真的是叫将啊！政治人物很怕被忘记啊，因为下一次选举的时候说林佳龙 ，Who is 林佳龙？北京时间25号20时59分，神舟18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飞船入轨后，按照预定程序与空间站组合体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26号5时04分，神舟18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5、4、3、2、1，点火。
北京时间2024年4月25号20时59分，搭载神舟18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18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光学雷达跟踪正常。跑一塔分离。助推器分离。助推器分离。1、2级分离。1级关机，1、2级分离。抛整流罩。抛整流罩。约10分钟后，神舟18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17号乘组3名航天员在空间站也全程观看了神舟18号发射全过程。我宣布，神舟18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发任务整个飞行过程都非常顺利。我们的入轨精度也非常高啊！按照评定准则的结果，我们是圆满成功。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8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北京时间2024年4月26号3时32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自主交会对接过程历时约6.5小时。根据北京实时遥测数据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出片正常，转组合体运行，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进入轨道舱。北京时间4月26号5时04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入驻天宫。呀，装得很好啊，装得很好，看到你们亲切啊，高兴高兴高兴。哎呀，不错，哎，辛苦了辛苦了，对。哎呀，太高兴了！神18乘组是顺利地进入到了中国空间站组合体，他们进入到了核心舱。为了迎接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核心舱也进行了简单装饰，写着“欢迎队友”。哎呀，非常感谢啊！今天神舟17乘组这么热情地迎接我们啊！现在此时此刻内心非常温暖，也非常感动。回想我曾经啊，也是在这儿工作了半年，现在又回到了我们的空间站，回到我们的太空家园，真的是非常激动。当前李局长，你们已经在轨驻留了6个月了，然后也很好的完成各项任务。目前呢，又把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太空家园照顾得这么好，所以说你们辛苦了，给你点赞。随后，2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筑梦天宫，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后续2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期间6名航天员将共同在空间站工作生活约5天时间，完成各项的既定工作。在空间站工作生活期间，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将进行多次出舱活动，开展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实验与应用，完成空间站碎片防护加固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平台设备安装与回收等各项任务。这次神舟18号任务中，叶光富首次担任指令长。对比上一次的神舟13号任务，他表示身上更多了一份责任。相对上次来说，动3嘛，从事更多的是，在轨的日常维护啊、照料管理，同时也进行很多试实验。而这一次呢，确实是以指令长的身份，带领2位新同志啊执行任务。实际上，还是有很多考验，还有压力的，因为指令长，你的职责就是对
整个任务要负责。6个月的任务期，飞行乘组每名成员都有着各自明确的分工。执行空间站任务的航天员有着明确的分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侧重点。我们分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发射和返回，第2个阶段呢是在空间站任务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初步我们定的是动腰抓总体，然后我呢是空间试实验和一些健康维护的操作训练，我来主抓，然后动3是站务的维护，然后还有一个物资的管理，是由动3来完成。技能全面、互为备份，这是航天员训练的标准之一。我们前期进行了组内的一些讨论。我们虽然说都是航天驾驶员，所有的能力应该都具备，所有的操作我们是互相备份的。但是为了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特长，我们计划在入轨初期，把每个人的优点充分发挥出来，然后过渡到中后期。这样在中后期，我们计划再进行一次轮换。此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3次载人飞行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2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18次飞行。